你们那位吕家老板，难道说就等不到天亮吗？是你们王威老板恨不得马上签约。可是尽职调查，不可能一夜就做出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调查我们，可以给你们看的都在这儿了，抓紧看，不然我们老板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在开玩笑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开过任何玩笑，都是认真的，包括我说我爱你。如果说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，很遗憾，我们这2个协议很难达成。那我会告诉你的老板，是你否决了我的建议书，然后你的老板可能会换掉你。毕竟你的老板比我的老板更想达成并购。那我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提供你们内部的财务数据、账目报表。这样，你给我看你们的，我给你看我们的。OK。对，他让步了，由你来主导大局，已经在过合同了。当然，那就这样。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开心？黛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何塞老师投诉你，说你在值班的时候冒犯了。我就发表了一点点和他不一样的看法而已。可是人家陆先生现在点名让你去提供法律服务，那何塞还不得暴跳如雷，那我一会儿去跟何塞老师解释一下吧。越抹越黑。黛西小姐，嗯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你自告奋勇替我去值了个班，然后无事生非给我找了个事儿。黛西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是嫌我工作还不够忙，事情还不够多，对吗？黛西，还不赶快谢谢罗老师？咱们律所有规定，所有的助理不能独自接案子，不能单独承办律师业务，更不能在法庭或者仲裁庭上以律师的名义发表代理意见。罗老师，谢谢你。只要你把这个案子接下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您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少给我惹点事儿。所以他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？他答应了你所有条件，就差几个签名了。你还带了酒？庆祝怎么能没有酒呢？不，差几个签名也不作数，得等都签上再庆祝。你一直一个人住啊？
你不是做过尽职调查吗？你找什么？开瓶器。这个很特别啊。你喜欢？嗯，送给你。谢谢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爱上我。只是那个时候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姑娘。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你笑什么？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都是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崭露头角的。你所指的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是指武媚娘，还是芈月甄嬛？你在嘲笑我电视剧看多了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这酒不好喝？不，我是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。你是说，我谈过多少个男朋友？不，我是说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你对我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。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一个人住了。那么你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呢？你太疑神疑鬼了。吕家的产业有不良资产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你必须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？真扫兴。那是我的手机，那也是我的。你送给我了。跟你怀疑的一样，这次的并购非常像日新收购亚博。亚博的净资产只有8700万，但是他们给出的利润承诺分别是3000万、5000万、8000万、1.4个亿。上市公司根据这样的利润承诺，开出了20个亿的市场估值，但是亚博一直没有达到。他们子公司的高管害怕背负责任，就一直在找理由和母公司进行谈判。太过分了。吕家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包装，弄了一个很新的概念，跟咱们的客户说了一个他听不懂，但是却很好听的故事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再买就没机会了，我就卖给别人，对吗？您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交给过他这个。您教的可真好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中国象棋古谱中有一个必胜招，弃马13招。您会啊？我还会大刀剜心。用突然袭击的方式，来表达你对我的爱意。其实我是来要回我的红酒塞的。法律规定，赠与物已经交付的，
不可以随便撤销。不好意思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。你应该说，在你的职业生涯里，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我做过尽职调查，你从来都没输过。我研究了一下你的榜样，谁？那些通过男人获得胜利的女人。她们之所以胜利，并不是因为她们聪明，而是因为她们把自己当成了武器，她们摸准了男人的弱点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只是有一点你接受不了，我可能比你强，虽然你也很强。我崇拜所有比我强的人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但是你不会爱上一个比你强的女人，是吗？我只是不能接受一个不择手段取得胜利的女人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在男人和胜利之间，我永远选择胜利。那是因为，假如你是武则天，满朝文武跪的都是男人。你看过我的即刻动态？我也做了一份尽职调查，虽然是刚刚做的。你开玩笑？我在笑吗？王威疯了吗？业内都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停止收购，这对王威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别人会以为他有问题，他的股票会狂跌。你完全低估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他虽然不太懂并购，也不太懂法律，而且容易冲动，但是他有一个优点，他信任我。但你的客户对你，就未必有这种信任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求你了，罗宾。这样，你向我们认个错，我们双方重新约定一个时间，并购条件重新谈过。谢谢。我想去找一趟廖佳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让麦飞代理了陆军的哥哥陆离。看来我要找何塞好好谈一谈。您别去啊！为什么？怕暴露你的消息来源？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何塞老师，廖主任本来就一直专挑跟咱们律所有关的案子。我们是甲方律师，他们就是乙方律师；咱们是原告代理，他们就是被告代理。但凡案子的一方找到了我们，他就会想办法去找案子的另一方。谁告诉你的？人尽皆知啊。那这个案子，你和麦飞不存在利益冲突。我们分手了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您没有接着问。我是一个不善于关心别人的人。丽娜姐说，您是一个害怕建立亲密关系的人。你觉得呢？我们在学校一起做过模拟并购案。行了，我想听听你师哥的律师意见。王伟总不仅是我的客户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很明确地说，他想要的就是合并，而他当初所被你打动的，也是合并后的一个愿景。对。当然，
造成今天的局面，也并不全是林静薇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律师，想为你争取更大的利益。是的，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律师的责任。但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权益是共赢，而不是说让一家公司名誉扫地，另一家公司想套现走人。王总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是朋友。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要的不是让步。你是有法律义务把我的方案拿给你的委托人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合伙人接的案子交给一个助理来办，你们家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恕我直言，廖主任，你们这么做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专业。把罗宾叫来吧，啊，派一个助理过来跟我沟通，不敬业。打扰了。Bitsky，我们打一份工不容易的。你别装可怜了，你是亚洲商业法律杰出女律师，拿奖拿到手软。我猜你家一定有一间屋子，专门用来装你从世界各地领来的各种奖杯，而且是你害得我差点掉进一个大坑里。啊不是差点，是让我已经掉进了那个坑里。只不过刚巧，你用来砸我的石头有点大，让我垫着爬出来。我刚刚失去工作，他们炒了你，我不想干了。这个不想干的理由是？我想嫁人。别担心，我不是在逼你娶我。您的 whisky。谢谢。有一个男人，他追了我很久，我一直都没有答应他。他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而且对我很好。但是我一直认为你会爱上我。也许你已经爱上我了，但我不想爱一个把我杀得片甲不留的男人。对不起。我也不喜欢男人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要结婚了，别忘了给我包红包。好。还有，给我新婚礼物。没问题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住宿。新婚快乐，祝你幸福。我爱过你，这是真的。